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那各位也知道，近期我的 KVK 在战斗中啦。那我这个账号呢，其实不是在先锋王国，只是在 CD 主王国而已。那我自己也是有在先锋王国打架的玩家来的。那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已经习惯了先锋王国的战斗方式，回来玩这个账号的时候也是有那个活跃度在了。所以我在战斗途中呢，就收到了这个通知，它是突然弹出来顶着你的画面呢，它就讲部队休整提示，尊敬的执政官，你已经连续战斗太久了，请稍微休息，合理安排游戏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当您接近24小时内累积战争狂热的时长到达16个小时之后，我的角色就会进入部队休整状态。部队休整状态持续8个小时，在这个期间我无法激活战争狂热效果，所以他就弹出了这个通知。这个通知是在你累积了14个小时之后它才会跳出来的。那其实我在这14个小时中间我是有做其他东西的，那有包括我去躺着了1个小时，因为打得累了嘛，休息一下子。然后我还有去做影片，我做影片的时候我是一直看着我这个游戏的账号，就是敌人有没有出来啊，有没有打架，如果有出来打架我就会再继续派我的部队出去跟他们打架。然后中间我还有花了1个小时去买饭吃，回家吃饭，去洗澡，就是有做了这些事情了。但是没有想到还是累积了14个小时，但是到了16个小时之后他才会进入那个部队休整状态了。但其实我现在还是要做一些东西的，因为我们现在打算就是建了旗帜之后去进攻对方的要塞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在建这旗帜啦，顺便去采集，等一下我要把自己的城市迁城过来，然后把我的部队召唤回去。不确定能不能接触到这个要塞啦，我们现在还是打得非常激烈的状态中呢。那我的队友还是在打着啦，我是没有想到我已经是很浑水摸鱼了，还是可以拿到这个14个小时的通知。因为我自己个人感觉下来我并没有打很长的时间啊，讲真的，因为我中间真的是太摸鱼了。像我平时在960战斗的时候，我的战斗方式不会是这样子的，我就连吃饭我都是对着那个电脑，就是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我反而使用这个账号的时候中间是有停下来，因为敌人也没有这么活跃，他们的人数也不是一直都有来的，所以相比之下其实比较起我在960玩的时候已经算是很悠闲了，还是有出现这个通知，这个是我意想不到的。我原本想着说我应该不会出现这个东西，但我现在也只是14个小时而已啦，所以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继续玩了。我看这个16个小时够不够我去玩。 OK， 目前我已经战斗了15个小时左右，我发现到它已经开始慢慢在减少了这边的时间。那么刚好我现在录制画面的时间呢，就是我刚好开了关卡之后的差不多24个小时之后了。所以我觉得它这边的计算方式呢，就是当你在第一次触发了战斗狂热的时候，接下来的24个小时之内的计算到底累积了多长的时间触发了战斗狂热。像你们刚刚看到的时间是12分嘛，那我等一下做了一些东西之后呢，它那个时间会慢慢减少。但如果你再次触发战斗狂热，它那个时间又会再提升回去。就比方说现在有一个人跑出来了，我可能跟他对战还是怎样了，我那个时间又会慢慢加回去了。你看他的时间又变回去36了。但假设说我把我的部队拉回去我的城市，你看那个时间它就慢慢减少了，刚刚是5分36秒嘛，现在变成4分37秒了。所以我这边是已经没有超过了16个小时的时间，它就慢慢逐渐的会慢慢扣回去，它不会强制我说进入8小时的休息状态。只要你在24小时之内没有超过那个时间的话，那其实你可以点开这边的 information 查看啊，这边有更加多详细的东西。当然他这边所讲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邮件是差不多的，只是当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他那个计算方式到底是怎样的，会比较模糊一点。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你累积战斗狂热的状态时间超过16个小时之后，就会进入8个小时的休整期。部队休整期无法触发战斗狂热，就讲你的部队没有办法以敌方部队或建筑为目标，主动发起攻击、侦察、集结等操作，但是你依旧还是可以攻击
及野蛮人采集加入集结。这里所谓的集结就是野蛮人存在的集结啦。部队休整结束之后，将重新计算的角色进入战斗狂热的状态。时间，如果玩家连续8个小时没有触发战斗狂热，系统将重置近24小时内所累积的战争狂热时长。所以它现在减少我的时间呢，只是把我这边原本累积花的那个战斗狂热慢慢减少而已。那假设说我休息了5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的话，也就是说我这边依旧还是有10个小时的用量，我只能战斗5个小时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计算方式有点不太好。当然我也理解他这样子计算方式是避免玩家可能会有一个漏洞啦，因为我原本理解的想法就是一天算24个小时嘛，对不对？那假设说如果你在24个小时之内没有用到超过16个小时的话，那在你开启了战斗狂热之后的24个小时会自动重置，而不是需要等到我们8个小时的休息或者是完全没有战斗狂热之后才会重置。所以根据他这边的规则第4点的话，如果我想要把这边归零的话，我就必须要休息8个小时，我完全不能触发战斗狂热。那从我这个画面上，你们应该也看到，在我录制这个影片的途中呢，那个时间也是一直逐渐的在减少的。所以就是换句话说，你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啦，就是你可能战斗了3个小时，然后再去休息，休息了2个小时回来你再继续打2个小时，然后又再去休息，这样子就是来来回回这样子啦。它是确保你中途是一定要有去休息的。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已经超过了16个小时是完全没有休息的话呢，它就会直接强迫你一定要8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再次触发。所以这边就给你选择了 OK， 你是要中途去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又再去休息一下再回来呢，还是说你想要直接打了16个小时之后，然后被强制8个小时完全不能去战斗。像我现在的情况，其实我还是可以去触发战斗狂热，只是我必须要中途去休息，让它慢慢去减少回去而已。那么现在这个画面呢，就是如果你已经超过了16个小时都没有去休息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你是完全不能动了。你就已经被强制一定要去休息了。所以我觉得像我现在这样子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好一点啦，至少我偶尔需要战斗的时候还可以带我的部队出去，只是我不需要等到他慢慢把这边的数目减少而已了。至少还是有一点自由。那我自己体验下来之后觉得怎样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限制的时间有点太短了。我是觉得说它可以把它拉到可能18个小时、20个小时战斗的时间之后才进入休息时间，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有点不太够用。虽然我在24小时之内没有超过16个小时啦，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而已，但我这个是 CD 主王国，一个阵营里面有10个王国，所以玩家其实还是足够的。但是我看了我的队友的反馈，就是他们也是进入了这个休眠状态。就是他是我们的车头来的其实，但是他不能再继续狂热了，再继续狂热的话，他就会直接限制8个小时之内完全不能动，所以他现在卡在15个小时就停止战斗，这个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至少他现在还是有一个时间，如果真的是需要有玩家去负责集结的话，他还是可以出来帮忙一下的。然后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玩家，他也是进入了战斗狂热状态，所以就有体现了一个问题存在，就是那种车头玩家可能会很无奈的，因为一般来讲车头玩家呢都是必须要24小时在线的，像他现在就算进入了狂热状态，他依旧还是要去做驻防啦，当然我也是啦。所以你除了不能出去野战啊去打架之外呢，还是可以做其他东西的。但是假设说你的王国里面真的没有这么多的集结玩家的话怎么办呢？还有就是我之前就是有一直在强调的，假设说玩家的人数不一致的话怎么办呢？就变成说对方可能野战的玩家比较多，然后我方这边呢有很多玩家被强制下线了，那有大部分的玩家当他被强制下线之后，他就是不会去驻防了，就算他没有其他东西做，他也不会去驻防了，就这样子的问题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这边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再来就是有不少玩家投诉说他会去打 KVK， 选择这一天去打 KVK 是因为他可能跟他的公司请假了，跟他的学校请假了，特意选择了这一天，想要持续战斗24个小时，甚至是超过16个小时不停的去战斗。然而出现了这个东西限制了之后，
后，他就没有办法用那一天休息的假期去战斗24个小时，就有这样子的反馈啦。当然一方面还有就是打得不尽兴咯，但我说实话，其实他这个限制的时间呢，严格来讲是足够的，因为你花那个时间可能去吃饭、睡觉、做其他东西，换算下来其实8个小时休息时间是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是 OK 的。当然我不是正常人啦并且这个限制呢，可能对于某一些玩家来讲，或许可以喘口气，因为可能你的盟主啊，你的王国会要求你必须要24个小时在线。那当现在有了这个限制之后，你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你跟他讲，哦，我已经超过了15个小时，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战斗了。假设说我再继续战斗的话，我将会持续8个小时都不能够战斗，我必须要去休息一下，合理的去安排你自己的休息时间。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玩家觉得说这样子可以减少代打的问题啊，我觉得代打问题不会减少的，你只是减少了一些比较内卷的玩家，一直不断24小时在线打架的玩家而已。因为像我现在还是能够继续战斗，我只是被这个东西给限制了那么以上就是关于部队休整、战争狂热限制的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分享之类的。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样呢？你们对于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如果有哪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